这才是真正有血性。
日本选手口无遮拦，赛前多次羞辱中国选手，结果惨为中国。
中了。赵志刚的体能应该是没问题，毕竟是当兵出身的，所以说体能这一块经受得住考验。最后半分钟。好，看情况，比赛应该就这样结束了啊！产生 KO 的话不太可能了，因为仅剩最后的10秒钟了。哦，但对方越打越凶，哎呦，越打越凶！最后1秒，我的天哪，观众朋友们！这次的 KO， 赵志刚在比赛的最后1秒钟拿下了胜利！我的天哪，太刺激了！我们都以为这个比赛可能会，眼数半径结束了，但是没有想到最后1秒发生了奇迹！太精彩了！我们看一下精彩回放，对方越压越凶，哇，一个前手，太漂亮了！好，恭喜赵志刚获得比赛胜利，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德国9冠王身披9条金腰带，扬言要亲手打死中国选手，拿下第10条金腰带。我现在已经有9条金腰带了，第10条我打算亲手打死一个中国选手来获得，因为中国选手在我的眼里都是不堪一击的病秧子，3拳打死一个绝对不是问题。
他是来自于德国的拳坛杀手，出场时永远戴着一副面具，并不是伪装神秘，而他是一个真正的杀手，平均每3场比赛就要打死2个人。他的比赛从来没有判定，只有 KO。如今已经在国际擂台拿下52连胜以及9条世界金腰带。听说他要打死中国选手来获得第10条金腰带，中国猛将欧阳锋霸气迎战。好，观众朋友注意看，马上要出场的便是我们中国拳坛悍将欧阳锋。我相信经常看金庸小说的观众朋友们啊，对欧阳锋这3个字绝对是不陌生了。但当然，那欧阳锋并不是他的外号，也不是他的化名，而是他的本名。他姓欧阳啊，名锋。好，注意看，头戴斗笠，手拿权杖，正在出场的便是欧阳锋。欧阳锋在国内的话也是非常厉害啊，28战27胜。就在前2个月啊，他在日本的东京啊拿下了一条金腰带。我们注意看后边举的这条腰带，正是他在日本拿下来的，也是继妖刀魏睿以及刘策第3个在日本夺冠的中国选手。好，赛前欧阳锋呢，为了避免和对方啊会发生意外情况，也就是说呢打出命案，所以说早已经签下了免责合同，早已签下了传统的生死状，签字画押，计分高低，也决生死。好，比赛开始，看一下红方选手欧阳锋，蓝方选手德国悍将帕斯卡。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太兴奋了，千万不要错过！哇，生死对局，高手对战高手。哦，要小心！哦，这是地板有些滑吧？这2个人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啊，对方呢是偏泰式和一些个部队的搏击，而欧阳锋呢是纯粹的散打和自由搏击。这场比赛我们从局面上来看呢，对欧阳锋来讲很不公平啊，压力自然是不小了，因为帕斯卡的身高、臂展还有腿长都很恐怖。漂亮，连续击服。欧阳锋是一个拳商极高，而且打法非常绵密的选手啊，他能黏住你，而且进攻的频率很高啊，和日本的这个顶级选手武尊的风格呢稍微啊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之处。欧阳锋的拳法的确是非常绵密。漂亮，哇，抓住对方啊！所有的进攻空档，只要帕斯卡稍微敢一出手，哦呦，稍微一出手，我们的反击立马给上。这场比赛欧阳锋的战术就是打反击。感觉帕斯卡在欧阳锋的面前呢，就像是一个身体不太灵活的老头，每一个部件好像都生锈了。而欧阳锋我们看，哇哦，非常绵密，就像雨点一般砸在对方的身上。基本上帕斯卡出1拳，欧阳锋能出3到4拳。好，注意看，漂亮前摆哦，最后1秒钟的时候，明显帕斯卡被打晕了一下。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铃声救了对方1条命啊！再给10秒，不用10秒就5秒，欧阳锋都有机会啊，可以 KO 对手。好，第一回合很明显了，欧阳锋在局面和点数分数上那优势满满。我们来观察一下欧阳锋的刚刚的精彩回放，只要对方稍微一出手，欧阳锋抓住对方的这个空档，速度很快。没有错，这里就是最后1秒，明显是一个后直啊，给对方打晃了。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观众朋友不要错过。
欧阳锋1997年出生，27岁啊，很年轻。我觉得再打个5、6年啊，的确是没问题。这个帕斯卡以前并不是一个拳击手啊，以前是一个职业杀手啊，没有错，你可以雇佣他，然后去刺杀别人。当年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据说是从未失手，但是他听说呢，打拳击赛可以挣得更多啊，他便来打拳了。而且帕斯卡我们可以看到他出手次数呢并不多啊，但每一下都是打对方的命门或者要害。由于欧阳锋现在的反击呢打得太准了，帕斯卡是不敢轻易出手。哎呦，只要敢出手，他的这个空档啊立马露出来。好，一次读秒，对方帕斯卡并不认可这个判定，但是很明显他被打倒了。双方第2回合还有1分钟的时间。漂亮，轻松摇闪，欧阳锋哇，身材太灵活了，有机会，有机会。哎，怎么不打了呢？哎呦，欧阳锋能感觉到他这样多打一会儿啊，并不想那么轻易的结束比赛。看来今天他是有一些想要调理这个帕斯卡的意思。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是在日本，观众朋友们啊，并不是在国内打，因为像这种生死对抗赛啊，我们国内是不太提倡的。好漂亮，前手，后直前摆，后摆，哇，帕斯卡又有些晃，哎呦，总是在这个时候，马上有结束的时候，欧阳锋能抓住一个机会。好，比赛第2回合结束，我觉得今天啊 KO 的概率，观众朋友们是很大的，主要欧阳锋想不想去 KO 他了。好，那么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最后一个回合的精彩表现，看一下欧阳锋啊能不能 KO 这个德国9冠王。忘记提这个事儿了，观众朋友们，对方啊是9冠王，赛前身披9条世界级金腰带啊，非常的唬人，非常的吓人。左胳膊挂4个，右胳膊挂4个，腰上挂1个，一共9个。啊，这一次他打算要战胜中国选手，拿下第10条啊，然后戴到脑袋上，好漂亮！欧阳锋这种绵密的进攻呢，的确让对手啊感到非常的窒息。亚德帕斯卡现在是喘不过气来。如果说帕斯卡是一个职业杀手啊，习惯一击毙命，而欧阳锋更像是一个行刑者，叫人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很难受。漂亮，再来。注意时间，最后一个回合还有1分半的时间了。我还是希望欧阳锋呢能够 KO 对手。好，这下是推倒，并不是击倒。
总感觉欧阳锋现在是故意啊，在拖延时间啊，故意呢在不去 KO 对手啊，他在折磨对手。这个意图太明显了，因为有很多机会，欧阳锋并不是没有把握住，而他不想打。这比杀了对手还要难受啊！好，最后30秒钟。哇，对方已经不行了！哎呦，这怎么自己把自己给摔倒了？如果加赛一局的话，我都生怕对手啊真被打死。好，比赛终于结束。那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可以说是毫无争议啊，一点争议都没有。因为欧阳锋的优势和局面优势啊太大了，分数上更是不用多说了，一拳又一拳像雨点一样打在对方的身上。好，恭喜欧阳锋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也是终结了对方的52连胜，同时也让对方的10条金腰带泡汤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人们话不能说太满啊，赛前牛皮啊不能吹得太响。那么恭喜欧阳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万万没想到，拥有铁头功的武僧一龙竟然被韩国选手一脚破防干倒在地。起身后的武僧一龙一脸蒙圈，全然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台下的韩国观众看到这一幕，都全体起立，疯狂鼓掌，张牙舞爪。不知道的还以为韩国人获得了胜利。这个击倒武僧一龙的家伙，正是韩国跆拳道冠军闵永珍。仗着自己是跆拳道黑带，并不把任何传统武术放在眼里，并多次扬言韩国跆拳道才是世界第一的武术，中国武术只不过是中看不中用的假把式，只适合女人、老人、孩子锻炼身体。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跆拳道的腿法世界第一，杀伤力世界第一，但中国功夫只是适合老人和孩子们锻炼身体用。韩国选手的嚣张言论已不再是简单的挑衅，而是在诋毁中国武术。从小习武的武僧一龙选择不再隐忍，远赴韩国向闵永珍发起挑战。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武僧一龙大战韩国跆拳道冠军闵永珍的一场精彩对局。想必对于武僧一龙，那我就不用过多介绍了，那观众朋友们肯定是再熟悉不过。武僧一龙也是名声在外，有好有坏，褒贬不一。但今天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绝对是好事儿。因为今天武僧一龙自费来到了韩国，挑战韩国空手道冠军，来证明我们中国武术。武僧一龙，我们不用多说。那么今天从他这个留个小胡子，我们看到他要在2013年的比赛里面有一种新的体现。观众朋友们注意看，武僧一龙被击倒一次，台下的韩国观众兴奋得不得了，哎呦，站起来鼓掌。不知道的还以为韩国呀研制出来了什么核弹或者原子弹之类的啊！刚刚这一次击倒竟然被裁判判定为了读秒，我觉得是不公平的。因为武僧一龙已经击倒闵永珍非常多次了啊，一次都没有算。没有办法，观众朋友们，因为这是在韩国打比赛，我们是客场作战啊，所以说呢，韩国官方啊是有意来针对武僧一龙。一龙这种抗击压能力非常强大，尽管我们看到这个闵永珍用他这个跆拳道的什么旋踢动作啊，包括扫踢动作了、横踢动作了，但是在武僧一龙面前一一化解。看，这是闵永珍准备利用一个转身后旋踢，被武僧一龙化解掉。不知道此刻屏幕前的你有没有感觉到，武僧一龙啊，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真正的实力，打的可以说是非常的低调，和一龙以往的风格，我觉得是完全不符的。因为目前来看，这个韩国棒子啊，在一龙的面前就像个小白脸儿，像个小娘们儿一样啊，双腿发软。你看，哈哈，随便一个扫踢啊，或者接腿就能撂倒。怪不得穿一个白色裤子啊，他就是一个纸糊的小白脸儿啊，一碰就破，一碰就碎，不厉害。一龙在今天比赛里面这个距离感保持非常好，一龙第4。哦，你还能站起来吗？
这个封堵动作没关系，继续上。我现在观众朋友们严重怀疑啊，这个闵永贞他是不是肾虚啊？双腿软的不行，满头大汗。而且目前来看，对方的主要进攻手段呢，就是他的腿法啊，几乎是没有拳法。你看，哈哈，还不等武僧一龙动弹，你看台下他的粉丝，当然也有可能是包养他的富婆啊，已经心疼的不得了。可能是昨天晚上这个闵永贞呢发生了什么啊，导致现在整个人呢虚的不行。如果感兴趣，可以来我们中国呀吃点腰子啊，吃点什么韭菜、大蒜补一补。好，接下来双方的比赛马上要来到第2个回合，看一下武僧一龙的精彩表现。第一回合很明显了，优势很明显。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如果不产生 KO 啊，武僧一龙想赢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是客场作战，所以说现场的裁判啊也都是韩国人。不管武僧一龙啊以往是什么形象啊，是怎样的一个风评，但这一次我觉得他是够爷们儿啊，敢一个人来到韩国，敢挑战韩国的空手道，我觉得啊这是很爷们儿的一个行为。上3路下3路的自由的组合，来显示你对手的实力。你靠单一的腿法进攻，想站在这个台上成为英雄，确实很难。看一龙的扫手的力量有多大，扫一下，闵永贞是一个趔趄。再来，今天这个一龙就跟踢木桩一样，因为闵永贞没有上3路的进攻能力，所以这样打起来。一龙更加的放心大胆。我们都知道韩国空手道呢是花里胡哨啊，招式多，眼花缭乱，张牙舞爪，但却被韩国人啊吹的是天花乱坠，世界第一。但是今天我们一看，我觉得还不如我们中国小学生啊跳的这个广播体操厉害啊！要知道武僧一龙现在我觉得3成功力都没有发挥出来，这个闵永贞呢已经是有点招架不太住了。可想而知，要是武僧一龙啊发挥出全部的实力，对方该有多惨。哎呦，快歇一会儿，不行了！场上完全被武僧一龙牢牢的控制着。두 선수 모두 다 이게 킥복싱이라든지 KO 룰에 맞춰서 하는 움직임 전혀 아니고. 다만 이제 지금 민영지 선수가 로우킥 쪽에 좀 쌓이는 그런 인상이 좀 나오고 있고요. 只有招架之功，无任何还手之力。武僧一龙继续进攻，扩大战果。 민영지 선수 지금 다리 왼쪽은 이미 충분히 무겁습니다. 武僧一龙说：“我踢，我踢。” 你不是跆拳道冠军吗？我踢，我踢，让你知道中国功夫的厉害！我踢，我踢，让你站不起来！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看台下的韩国女观众啊，已经是捧着脸大哭不止，因为他们的欧巴、他们的偶像、他们的男神啊，已经被打得像一条赖皮狗一样啊，气喘吁吁。这就是上帝想让谁灭亡，必先让其疯狂啊，先让你乐，那么现在就让你哭。 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武僧一龙在韩国客场战胜了韩国空手道一高手啊，扬我国威。以后要是再看到韩国人吹嘘跆拳道有多么的厉害，观众朋友们直接把这个视频呢拍到他们的脸上，让他们看一看你们的跆拳道是多么的弱小，在中国武术面前是多么的垃圾。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再见。